我们刚讲到了美中关系哈，台湾可能要仔细看一看，现在大家到底进展到什么地步了？现在《泰晤士报》报道是说，他们93对岸不是要做阅兵吗？习近平打算要这么干吗？据说啦，他打算邀川普啊，川普已经说要去了嘛，还有谁？普京啊，他打算邀普京，普京已经要去了，然后他还要邀川普，要打造一个3方会谈。好，那如果这个这3个人真的坐在一起的话，哇，那其实这个整个全球的政局就会有另一个不同的看法。那到底时局有没有可能造就这样的一个局面？来看到中国的官媒，他们专文来写，共同书写中美友好，是在帮川普访中来铺路吗？不知道。可是呢，最近美方这边确实也释出了一些讯息，包括说呢，称赞中国阻止了芬太尼。那之后有关于芬太尼的关税会不会因此就干脆一笔勾销啊？这个还不知道。也说中方呢其实做得很好，我们对他们的关税呢会持续的暂缓。那后续的关税战又会如何打？现在也还看不出眉目来，因为呢他们还有一个稀土被人家掐在脖子里了。据说中国现在呢已经慢慢的发布了2025年稀土的开采还有冶炼配额，以前都是公开发的，但现在呢已经企业被要求不要对外透露。好，所以呢内部里面到底他们现在防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了美国呢好像有在偷运中国的稀土吗？中共的国安部呢揭露说这个走私的套路，私底下的暗盘，那个争夺战已经开始开打。美国对中的石墨关税呢，现在说已经飙到了160%，所以就让特斯拉抱怨说，我现在呢这个产量真的不够我使用，美国自己的石墨产业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那我依旧要靠中方入口。那如果说呢我要靠中方进口，你现在又要把我的关税飙到160的话，那你要我怎么活呢？其实现在对于两国之间，不是只有在稀土这一战、关税这一战，还包括了 AI 战。然后黄仁勋这一次呢，到了中国之后，他也见了王文涛。好，见商务部长，大家就讲啦，深化合作，中国伙伴呢，在我们这个辉达企业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但是呢，他害怕的华为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进展了，这是升腾384超节点真机。好，什么意思？就是384颗晶片呢，把它连在一起。那现在呢，能够做出什么？这个是国外投行的评估报告，说它现在是已经能够做到了规模化解决方案，而这个做法可以领先辉达还有 AMD 目前市场上的产品一代。认为中方在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突破全球 AI 产业格局，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甚或他们的机器人现在还能够帮忙换电池，直接看画面吧。好，这个呢就是在深圳这边一家公司叫做优必选，他们讲他们的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可以帮忙换电池。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机器需要电池，它可以帮忙换电池的话，以后是不是可以24小时真的做到不间断的工作呢？而且呢，现在也有人去采访了他们的黑灯工厂。什么叫黑灯工厂啊？也就是高度自动化啦，里面没有人啊，全部呢都是靠机器人，叫黑灯工厂。现在他们发现说呢，这是 Wall Street Journal 讲的，机器人已经开始可以接管电动汽车的制造了。那当然，这就会让西方的车企带来一种存在的危机感。到底他们现在的成本上面会相差多少？而美中之间呢，其实你看到了什么战什么战什么战，但民间的部分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交流的，包括这个是飞虎队。好，最近呢，这个中美航空遗产基金会的主席杰佛瑞呢，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这些团体来到了贵州，然后去找他们2战期间的一些飞虎队足迹。甚或呢，也有人在问官方对于这一些的态度是什么？官方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现在有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这个公使，他是怎么讲的？哈，参战他的讲法是说，铁路方面啊，他认为我们能教中国，因为呢，作为货运、铁路还有城市交通的领域长期领导者，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提供给中国。这句话讲完，我想下面大家留给自己稍微感受一下，因为基建
好像参战比较不了解现在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回过头请教一下永明老师，你怎么样来看？毕竟啦，如果说美中俄三方巨头真的能够坐下来，甚至还是在中国这阅兵的时期的话，哇，那个感受又不一样。这个当然会是一个历史的画面哈。对。那一方面是这个3个国家的领袖正式坐下来，这代表的就是现在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是美中俄。那其实主要是美中，因为俄罗斯是因为它的核子武器还是拥有6000枚，所以呢，在军事核武上，同时它也在打这个俄乌战争，因此呢，在这样子一个场合里面呢，就代表的是美中俄啊3国的这个结构开始出现。不再是美国单独的全拿的霸权的情况之下。第二个意涵就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93军人节的，就是对不起，93军人节是我们台湾抗战胜利80周年，在中国大陆的阅兵。而如果3位领导人都在北京聚集，那不只代表着川普很喜欢看阅兵而已哦，就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军力的正式。这个到达了，他领导人都会去看，那同时当然也一定会谈关税、稀土、2国关系，所以太多的东西可能会在这个场合里面。那到底会不会成真，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日本到英国的媒体都开始这么讲，对，可是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讯息，不管来自于北京还是华盛顿，我们都不知道。那这个以现在川普的这个个性真的一定是他自己做决定，别人一定会给他很多的意见。比如说 Rubio 会告诉他说不可以去，你这是长他人之志啊，你这个是等于是太给中国面子了，你让美国的建制派，让我们的欧洲的盟邦太没有，就是说这个面子。因此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争议可能会延迟到，我觉得到93的前1个礼拜也不一定，我们才会大概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去。不管他会不会去，你看这个电力AI， 你要知道，电力就是算力，算力就是 AI 力，AI 力就是国力。所以有人说电力就是国力，当然不见得要跟 AI 一定有关，但现在 AI 越来越重要呢，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而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就是大概在1个月前，他讲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整个电力大概是1300太瓦，美国是3800太瓦。到了去年2024年，中国已经超过10000太瓦，而美国只加了4300太瓦，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本来是中国的3倍，24年、25年之后呢，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大概火力发电，也就是石油、原油跟天然气占80%，现在只掉到8%。然后呢，所有的其他像是风力、太阳能、核电，还有电池，大概4%。中间还有2%是深植蓝电。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美国现在大而美的这个法案，它完全放弃了清洁能源，所以电力的发展代表未来整个制造 AI 整个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形成一个大的差别，不只是量上美国不到中国的一半，它的结构也形成完全不同。而将来美国会知道它的这条道路会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想请教一下厉将军哈，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阅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国力的展现。好，对于习近平来说，当然他这一次已经讲了，他会有很多新型的武器来跟大家面试。如果川普这个时候去了，跟俄罗斯的普京坐在一起，跟习近平坐在一起，那代表什么？我第一个这个新闻是由日本媒体所放出来最先披露的这个新闻所以可信度倒是蛮高的。因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元首都有可能去，唯一一个应该绝对不会去的就是日本首相这个我想说他大概这个不太可能会去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纪念对日抗战胜利的战争。那日本首相如果去的话，那真的是对他来讲是有降低自己国格的那种感觉。但是这条他也可能下台了，因为礼拜天的选举会输了。明天。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说，
就是说居然由这个日本媒体来披露哈，所以说我觉得可信度是很大。当然，我们都很期待这次三巨头能够见面，那纯粹就是站在全球安全的立场来考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问题必须他们三个人面对面坐下来。那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问题，对不对？俄乌战争虽然说中国它一直站在中立的立场，但是美国一直认为说是只有中国，现在只有中国，就是因为它是中立立场，它才有可能促和劝谈嘛，而且它一直是表明这种态度。那美国川普会不会这时候跟普京见面，然后借着习近平在场见面3分情，让习近平来开口这个想办法大家双方愿意坐上谈判桌。这个我们讲说，最近来讲以伊冲突虽然说双方不打了，但是这不代表说以后不会打。所以我觉得双方这时候是互相打的这个精疲力尽的，现在在补充元气的状况。如果双方元气补充完以后，会不会就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伊朗那边这个浓缩铀设施没有被打掉嘛。那这个以色列来讲，他没有达到他的战略目标，对不对？那以色列那边又持续在加沙那边这个对加沙走廊的这个巴勒斯坦的人民来讲，还继续做这种杀戮的动作哈，所以伊朗也不会放掉这些事情。另外再讲胡塞那边哈，这美国副总统讲得很明白啊，对不对？他就希望说由中国来出面来拉住伊朗，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在希望能够所以大家降低温度，希望把伊朗重新再拉回和谈判协议桌。那你想想看，这几场台湾全世界这几个这个目前的已经爆发的战争里面，是不是都有中国可以扮演的角色在里面？那你川普这时候不去，你什么时候去？刚好普京也在，所以当然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川普自己本身就是喜欢热闹了，他喜欢去哈。第三个，我觉得元首见面这个总是人情世故嘛。一定会带伴手礼，对不对？哈，川普他一定会带一些伴手礼去。那这个我想习近平也会回送一些伴手礼。那这些伴手礼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去看，是不是譬如说关税的议题，哈，有没有可能双方缓解？那有没有可能在稀土方面，中国在部分来讲，增加这种销售的额度，或者是说，只要是民用的，我都有可能尽量的开放。那美国这边川普会不会带一些他认为譬如说是 H20，这已经开放了，那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被管制中国的这种 AI 产业的科技？或制造业，譬如说是举例来讲，譬如说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有没有可能？因为光艾斯摩尔光刻机现在最新型的好像只卖5台而已，艾斯摩尔自己都受不了，会不会美国就开放说？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揣测，可是最起码对全体人类来讲的话，这3个人真的是应该好好坐下来谈一谈。不然的话，这个永无宁日。那现在看出来，美国你自己跟俄乌战争，事实上我们讲说俄乌战争，但是就是美国利用这个代理人在打这场战争嘛。那你自己是参与者，你不可能坐上谈判桌，那就借中国的帮忙来做。那我觉得这次阅兵是一个很好一个机会了，让双方在这种顺理成章的状况之下哈，这个瓜熟蒂落，这个可以坐在一起谈这件事情。请教彬哥，我觉得9月3号到底川普会不会去？当然大家都在看，可是有这么顺利吗？我是很疑惑，因为中美之间虽然现在看起来态势是缓和了，可是问题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是非常多的。是，那所以除非能够双方能够谈到一个接近和解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不然的话，你说他怎么去？虽然川普本身是阅兵控，他很喜欢看阅兵，可是我觉得恐怕他们政府内部阻止他去的人也会非常多。因为这个毕竟是你想想看，中俄美3国领袖在一起，那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画面？这个对世界传达是什么样一个讯息？我想这个美国内部会有非常多的人恐怕并不乐见看到这种状况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要再看看未来的局势发展。那当然对中美之间来说的话，这个战争大概是永远不会停的，也就是你卡我的脖子，然后我点你的死穴。大家大概就是会持续玩这种游戏，会玩好几十年下去。我想这是必然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对美国来讲，最燃眉之急的就是他要怎么样摆脱对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他如果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依赖的话，他永远会被中国大陆卡脖子，而且束手无策。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最近已经开始对稀土的这些产业开始做一些投资了，可那个投资真的太低了，才区几亿美元，你就想要扭转这个局面吗？你如果美国真的有心想要摆脱对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的话，他至少要投资几百亿美元。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有这个力量去做这个投资，他愿意做这样的投资吗？因为这样势必会耽误到很多他在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是美国有决心去做到的吗？恐怕目前还看不出来。那如果看不出来的话，
中国就会持续卡住它的脖子。可是反观晶片上面，目前美国确实卡住了中国的脖子，可是中国大陆也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它还在不断的自己发展当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就会觉得美中之间恐怕中国大陆对美国可以依赖越来越少，可是美国好像短期之内没有其他的办法解除它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这就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至于美国这位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是参战，他是不是还活在上个世纪？我会觉得他怎么会对美国的铁路交通这么有信心？美国的铁路交通是世界出名的烂，他到底在讲什么？你不要说跟中国大陆比，这种基建狂魔比，你跟欧洲都比不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拜托这位参战，你赶快回去一下，把你失去的这20几年找回来吧。你跟世界脱节太久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只要讲了，川普他其实现在呢关税战没有落下，而且呢跟巴西是真的杠上了，等等回来看。好，我们刚刚讲到川普他现在其实只要听到了BRICS， 他就可能很生气啊！我们金砖国家他太怒了，因为呢这一些国家就是要威胁我们美元嘛，所以金砖国家如果成为威胁的话，我们就要快速的把它给瓦解。先前有讲过那个10% 的关税，如果你是在金砖国家的成员的话，我加你10%，他现在是讲真的哦，他说他对他施以极大的压力，我是来真的，我不是跟你随便说的。好。但是巴西是怎么样？巴西因为它本来是10% 嘛，然后呢，它现在被川普一加变成了50% 的关税，所以呢，它也没再弱。川普告诉他，我为什么会把你变成50%，就是因为那个波索纳洛，所以呢，巴西当局今天突袭搜索这个波索纳洛这位前总统的住家，还要他必须要佩戴电子脚镣，限制夜间外出。波索纳洛很生气呀，他的讲法是什么？他的讲法是说呢，我现在是阻止了鲁拉、中国还有川普关税的人呐，你们大家搞清楚啊，为什么这样子在对我猎巫呢？这个举动其实某些层面确实让美巴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张，而更加了升温。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想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做不到的。川普现在呢要警告金砖国家不要企图威胁美元，所以呢他还签订了一个稳定币法案，讲法呢就是这个稳定币法案呢，它可以维持美元强势，是美元等资产挂钩的加密货币。其实从他一上任，在选举的时候就讲了啦，他对于加密货币、对于稳定币发行的合法化，他很用心，也为各个产业的使用都在铺路，包括说呢要绕过现有的 Visa、Master 啊，他们这种传统支付，要可以做跨国的转账支付管道等等等。好，甚至呢他还要开放美国退休金投资加密货币，这到底会不会改变了美国现在现有的金融局势，还有一些私募股权等等等？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议题，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议题。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有一些眉眉角角变成漏洞？这其实是所有金融界的人他们最在意加密货币这些法案通过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好限缩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他这么认真？有媒体是这样讲啦，他们发现了川普内阁超过30%的官员他们是持有或者正在投资加密货币，所以到底松管监管是不是自肥？大家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呢，大家也看到他对于联准会这个就是美联储主席 Bob， 他真的非常非常不满意。那现在呢 ，Bob 他在回应了白宫的指责呢，他否认翻修工程太过于铺张或浪费，因为他直接请国会来帮忙调查。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他会真的川普直接把他开除？甚或现在有一个讲法，这一位呢是一个部落客，叫做雅文，他的讲法是说呢，现在的副总统范斯是他的粉丝，马斯克呢还跟他做政治的一些征询。他建议啦 ，Fed 干脆并入美国的财政部好了。他说这个是很大胆的计划，但他认为公债不应该视为债务，它应该视为限制股。突破这个所有人的盲肠了吗？为什么他这么在意
美联储这件事情呢？打一个问号。好，回过头请教一下永明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说了，我要给金砖成员加10%的关税，我不是讲假的。我个人觉得，川普对于巴西加50%的关税，不是因为波索纳罗而已，他只不过是顺带的做一个理由，他其实是要杀鸡儆猴，你不可以去挑战美元霸权。你不可以去推动去美国化，你不可以去在金砖体系之下发行金砖币，要取代美元作为双国任何国家的交易的货币。他其实是怕美元霸权的衰退。美元霸权建立在3个项目上：第一个，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是第二个，对于美债作为你外汇存底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工具，国家也好，公司也好，都是如此。第三个，你跟别的国家的贸易的交易都使用美元。这3个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美元霸权真实的存在的象征。虽然川普的关税是使得大家对美国的经济开始打一个问号，然后呢，大家开始在减少持有美国的这个债务，可是呢，这都是短期现象，因为没有别的替代方案。可是现在出来，就是像是中国、印度、俄罗斯、非洲、巴西这些国家开始在加强彼此之间双边贸易，用本国币，就不再用美元了。这个速度在过去2-3年实际上是快速增加，当然还没有那么显著。所以美元霸权去美元化，短期3到5年，我觉得其实不会改变。但我为什么讲3到5年？因为假设如果今天2032年外面所说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所改变。所以他为什么签订这个所谓天才法案，也就是要让这个稳定币现在好多国家都通过法案5月份的时候，连香港也有，新加坡也有然后呢，美国弄这个稳定币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稳定币？它也是一种加密货币。现在全球加密货币大概来到4兆美元，等于一个 NVIDIA。那稳定币到目前大概只有3000亿美元，可是它成长得非常快。什么意思？大概就是泰达币跟 Circle 币这2个占8%到9%。他们每发行1个单位的稳定币，它就要保留1个单位的抵押的，就是资产。通常就是1个稳定币等于1个美元，也就是他拿美元作为支撑它稳定币稳定的这个价值，而且要有抵押。那因此呢，它这个抵押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用美元，你可能用资产，你可能用别的加密货币，但是呢，你去跟他买稳定币，1美元买1泰达币，你的泰达币你卖给他，他马上接受1美元跟你买。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它也有市场这个波动，因此你就可以赚这个就是差别。但是呢，它就形成一种在作为一个比较稳定加密货币的选项，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跟大企业也把稳定币跟加密货币作为它的这个等于是避风险的一个选项。那这个时候呢，稳定币其实就是在稳定美元，因为泰达币跟Circle币都是在用美元你也可以用人民币，你也可以用别的币来去作为一个稳定的基础，但是这个很小，所以这个时候稳定币的意思其实在支撑美元霸权。真正的关键，川普是怕他的关税政策，他的大而美把美国经济搞垮，把美国经济他当然不那么认为把美国经济搞出问题的时候，我美元霸权还能不能维持？你巴西不可以乱搞，我同时要搞更多的支撑的这些支柱，稳定币、加密货币就是如此，同时他也可以大赚一笔呀。对，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后来又被华邮爆料，他们的官员现在蛮多人有相关资产的。来请教将军。我认为稳定币就加密货币一定是未来的金融交易的一种模式了，而且势不可挡。我们看人类整个货币的交换历史，你就会看，最早是以物易物嘛，那以物易物多重啊，对不对？这个丝路上面大家看到这一骆驼一骆驼的丝绸带到欧洲去，欧洲那边就是一袋一袋的黄金用骆驼运过来。那后来大航海时代也是一样，那时候改成货币，所以很多那时候很多船沉到海里，大家到海里面去捞宝就是捞那些金币。那时候后来改成用金币，但人类来讲，发现
这些黄金这些当做交换的物品来讲太笨重了，所以就想办法说研发用纸钞用纸钞比较轻。这个纸钞是谁的霸权？就是美元。现在来讲就是美元嘛，大家用美元来叫，就是一张美元，对不对？那10块钱的美元，在全世界大家都可以认同它后面所代表的含义。譬如说是100个汉堡，你可能就是代表100个汉堡。那毕竟来讲它是有形的。那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网络时代来临之后，以后加密货币势必是如此。就我连钞票就不要带了我只要脑袋里面记着一组密码。比如说我在台湾，我在这边购了一些这个不管是美国币或什么币，那我到美国去玩的时候，我在这个美国随便找一台电脑上面，我用我的密码一输进去，马上我就可以换到等值东西。就是说你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全部都是变成一组密码来替代。那我觉得确实是很方便了，但是要后续的监管确实是很重要，因为这也很容易流于走私或者是洗钱的管道如果说我要洗钱也是如此，那金砖货币也是如此，那大家就可以金砖货币就是大家可以避开美元，那我就这个金砖，我们金砖大家共同发行一个保密这个一个加密货币这个我多少石油可以换多少东西，用这种数字就网络上面可以用这个密码就可以交换。那美国当然它发行这时候这个美元币是不是也是目标也是针对金砖货币加密货币先行的准备工作？因为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数字货币一定是人类必须要走的方向。那美国这一把这边关税战，我只能说没有人在理它。你看看今天几号了，对不对？今天19号了，8月以后还剩下几天？不到2个礼拜了。有没有哪个国家很具体的讲？我觉得没有那巴西鲁拉就很明显嘛，你这个时候我本来就跟你是贸易逆差，你再加我50%，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就是美国你自己汉堡更贵，对不对？你自己喝咖啡更贵，我觉得造成你自己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会更高。是，来请教彬哥。其实过去一直都有很多想要脱离美元霸权，想要起来挑战美元霸权，可是都失败。那问题是最近为什么开始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那是谁在加速这个进程？其实就是美国自己。如果川普不这样乱搞的话，其实你10几20年之内要挑战美元霸权，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美国在做一件全世界都看了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其实在用力跟全世界脱钩，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做，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单方面天真的认为他只要靠关税，然后就变成全世界都会跟美国买东西，然后呢我们不跟你买其他的东西，这个不是很怪的一件事吗？怎么会天真的到以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最可能发生的状况就是大家那个不跟你买个东西，然后你也不要想卖东西给别人，这才是最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所以我不知道川普到底脑袋在想什么，可是他正在加速进行这一块，而且乐此不疲。然后他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川普很简单，他要的是绝对不受管辖的权利。你看他所有的作为都是往这个方向走，其实跟谁很像？你知道，跟我们现在的赖清德很像。他都是希望没有任何人能够管住他任何一点东西，他就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不断的在透过这一些这个参议员好啊，或是其他的这些走狗也好，就在帮他不要人身攻击，对，就在帮他搞这些东西，你知道，而且是非常明显，就这样搞。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真的能够容忍川普继续这样恶搞下去吗？而且刚刚叶怡你也讲啊，就是他跟他的朋友们，还有这些政府官员们，正在其中大捞其钱，非常明显的在捞钱。我就觉得我一直很纳闷，美国没有任何相关规定能够管制总统自己带头炒股票，总统自己带头在那边捞钱吗？我觉得美国的民主机制是在川普上任之后暴露出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川普好像是一个不受管辖的人。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汉彬，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燕莹，各位朋友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燕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呢，威帕台风虽然不会经过我们台湾，但是呢，从我们西南这2天经过的时候，大家严防豪雨，严防大雨了。特别是在我们南台这边的
的居民。我们现在给您看的画面呢，就是在七股的空拍镜头，你给他看一看，你这个空拍一扫过去之后，很多地方其实屋顶还没有补齐，甚至呢，是盖着帆布的。大家就想问，这2天气象局告诉我们风势会比较大，特别呢是雨有可能是会有大雨、豪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台南这些乡亲看得住吗？因为呢，现在就有一个调查出来了。这个调查报道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如果有国军来帮忙救灾的话，那请问我们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快一点恢复家园？2024年，当时呢，高雄是山图儿台风，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很多的地方都淹了，可是因为有国军来帮忙支援，高雄是3天内恢复主干道，21万户停电是4天内复电。好，这一次呢，部分兵力协助，不是所有的人呢倾囊之力的来帮忙，结果灾后8天还有状况，第12天才复电，显示像很多人讲啊，你军方要是腾不出手来，要我们自己先顶着，我们的韧性到底靠不靠得住？昨天啊，这个听到了，这个卢秀燕就直接讲了嘛，哈，你不用那个韧性一直在讲什么国防韧性，你光电水，这到底台湾有没有韧性？民生需求有没有韧性？这个你政府都一定要好好的考量思量。台风来就要把我们击垮了吗？来10天9夜的汉光演习终于落幕了。现在呢，大家都看到很多地方出现了。网络上讲的美语老师啊，其实就是外国人、美方美军人员。说美军人员出现在哪里呢？很多地方是可以巧遇，但是他们到底来做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来了？有在盯场，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停止，才没有办法让这些国军到我们灾区里头来帮忙救灾呢？画一个问号。反正现在汉光演习10天9夜史上最长结束了。顾立雄，我们的国防部长告诉我们，已经让敌军明白犯台会付出代价，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我们呢不追求武力比拼，但是我们要让他付出代价，我们的决心跟我们的毅力。只是所有的人在看完了演习之后，大家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先想想对岸的实力是什么？那人家现在是如何作战的？那我们这次演习的这些结果，你真的满意吗？甚或现在也看到了有这一些媒体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有抖音网红假商务的这个履约，然后来到台湾，结果特别都是去汉光演习这些比较敏感的区域。当然，这个时候这样子的一些讲法呢，会让大家觉得说，所以是有指涉的意涵吗？可是大家也想问。其实呢，很多人看到了这一些的报道之后，更想知道的是，那国军呢？国军你到底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面临这种军情刺探，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管制呢？如果他真的犯法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做后续的处理呢？以及大家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枪口是不是不对内？大家团结一致。林飞帆的回应是：团结不能变成口号啊！那大家都要有这个反共的信念，我们才能够不成为敌人的工具。但是我们真的害怕的是敌人吗？还是害怕的是友军呢？为什么这样讲？来看看美国的前驻中国大使，这个是伯恩斯，现在说相信美国会延续驻台抗中的政策。但是我们实际所看到川普的作为是什么？澳洲同样都是安格鲁萨克逊人，但是他现在要重审 AUKUS。为什么？因为本来是讲好了美国、英国、澳洲共同研发潜艇嘛，但他现在呢说要重新来研发，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推动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所以才会让部分的高阶军官强烈反击啊！如果你现在还是重视印太的话，你现在去对澳洲这种迟来的重视把它给拿掉，那你不就是让中方有办法趁虚而入吗？更或者啦，现在美国他们持续要抗中嘛，包括了微软回应了国会的疑虑，说如果呢他们这里面有聘用中国工程师来参与维护军方的云端计算系统等等，恐怕会有国安疑虑，所以这些人呢就不让他们来参加军方的技术协助。那到底面对中国这个美方的做法会是什么？那台湾呢？台湾面对两岸的情势，我们的做法又是什么？还是回过头来，彬哥，我们就讲最简单的啦，先不用讲到对岸，我们就讲自己好了。面对一个风灾，我们都想问，台风又要过境了，我们这一回七股的民众该怎么办？这一次这个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可是问题是它外围环流可能会对台湾造成非常大的雨势。那请问一下，这些人上万户没有屋顶，
怎么办？有没有政府没有想过要去帮他们解决这件事情吗？给他一块帆布就够了嘛？连帆布都不够，你知道吗？连林俊宪都不够用，你知道吗？台南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照片拍的不好，你拍一片蓝白的不够看，你去看很多人家屋顶都是林俊宪，对不对？那请问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帆布顶得了大雨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政府好像觉得我给你帆布就已经很够了，不然你还想要怎样？那问题是大雨来了怎么办？这些人怎么安置呢？我真的拜托政府多用点心思啊！这些都是台湾的人民啊，他们不是敌人啊，怎么不要他们的对待好像在对待敌人一样，真的很可怕。然后我们这个演习，请问一下，这10天9夜到底获得了什么成果？真的让敌人胆寒了吗？如果你是解放军，你看到我们光是这10天之内，我们出了多少次车祸？自己重伤，然后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情，然后看到用捷运载运兵，但你觉得解放军真的会害怕你的力量吗？还是真的如网友所说一样被你笑了个半死？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现代战争是怎么打？你们有没有针对无人机未来的可能无人机机具哦，不只是天空飞的无人机哦，地上可能有机器狗啊，这些机器人啊，它会来进行攻击。你们有没有对这些东西进行演习？我都没看到这些东西啊。那你们到底是整个战术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吗？这个世纪的战争已经不一样了，俄乌以色列都演给你看了，那你们还没有想要调整一下方向吗？然后如果认为中国大陆这些网红有要窃取机密的疑虑，抓人啊！你们在干嘛？没错，对啊，你为什么不抓人？依法办啊。对啊，这个很奇怪啊！你们这个台湾 ADIZ 指出来，那他都连一个民间的组织都会发现了，那军方没有发现这件事吗？我们调查相关单位没有发现吗？那到底是谁失职呢？而且我也不太懂，一个抖音网红去看这些地点，他真的是负有任务来的吗？还是他自己个人的嗜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可以先把人抓起来问问看啊，不是吗？你们不是很担心这个东西吗？那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全部都反共，反共如此彻底，总统公开讲啊，然后我们应该要跟对岸断绝所有的往来啊，不是吗？因为这样子所有的接触不是都变得很危险吗？都有被渗透的可能性啊。我们应该要重新回复到蒋经国的时期啊，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啊，不是要回复3不政策吗？所有跟中共接触的人，全部把它当匪谍看，这样好不好？你就立法啊，对啊，要不然就是你行政命令下来啊，全部都不准跟他接触，这样可以吗？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觉得很奇怪。然后伯恩斯就出张嘴而已啦。伯恩斯，你真的有办法影响到现在美国政府的战略格局吗？所以不要讲这种笑话。川普现在的政策非常清楚啊，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军事上的东西，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怎么样对美国最有利，怎么样能够让美国赚到钱。他 AUKUS 现在根本已经名存实亡了。我讲实在话，他正在对 AUKUS 的所有伙伴加税，你们忘记这件事了吗？他的一个人天天想要赚你的钱的，你觉得他想要跟你合作同盟吗？你怎么跟他合作同盟？他现在满脑袋想的就是怎么从你身上挖钱，所以你觉得还同盟得起来吗？这不是很好笑吗？美国确实对中国大陆有防心、有防范，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要跟中国大陆打一场战争，大家还看不懂吗？那所以呢，所以我们整个战略到底要如何调整？军方要想清楚吗？不要每天只是美国人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现在为了应付美国人，我们连救灾都不救。台湾人不是人吗？国军真正能够发挥力量的时候不发挥，然后只是为了演一场猴戏给美国人看，这对台湾人来讲真的值得吗？请教一下厉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一开始我今天要替赖清德讲一些公道话哈。赖清德我相信他不至于说是在风灾这么严重，叫国军不要去救灾。我觉得他有说不出来的苦衷了。我们这次看到汉光演习全程，不管是号称说是5天4夜改成10天9夜，还有我们看到全程到处都有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穿着便服讲着英文的这种美国老师哈，在旁边做观察。其实你把它做观察，你还不如把它称之为美军来评鉴我们到底我们战力有多久。所以为什么这时候10天要改成10天9夜，就是评估我们从这个灰色作战
时候开始哈，一直到滨海战斗，一直到纵深战斗到持久作战，到底我们台湾在自我防卫状况下能够撑多久？然后美军他要评估，他如果说你能够撑几天，那我们台湾才后续美军才能够来这个增援我们台湾，或者是说后续来讲看去采取什么方式，譬如说武器什么过来，所以等于是全台湾都必须要这个动起来，因为全台湾我们都到处都看到有这个美语老师在旁边观察。那与其说是这个观察，我不如说是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在大学学校里面，教育部也会去评鉴呐，对不对？你在评鉴你的学校教学什么等级，医院也有医院评鉴啊。那我们的评鉴，它是不是就是来评鉴？我跟各位讲其实这个评鉴。老美人家人家能够在全世界到处打仗，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一来看，内行人一看就看得出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自己就曾经在汉光演习跟美军的前太平洋司令对过话，你知道他问的有多详细吗？我跟你讲，因为我那时候身份是军团的情报处处长，情报处处长就是要了解敌情嘛，对，所以他直接问我说，如果说今天解放军对不对猝然发起攻击，解放军会动用多少兵力？情报处处长，请你回答。他就这样问我，那你不能讲错，为什么是这些兵力？有多少兵力？他在这种无预警之下，猝然发动攻击有多少？他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你就要答出来几个，人家有几个什么样的兵力部署在什么位置，你就要回答出来。第二个，你知道他问我什么问题吗？你们台湾对不对？如果说海上渗透的话，你们台湾多久的时间？在这个小艇多远的距离你们可以侦获得到？你就要讲得出来哦。我们海巡跟这个海军的这种对海搜索的雷达，用什么型的雷达可以搜索多远？第一层用什么雷达？第二层用什么雷达？然后他去看海巡的雷达跟这个海军的雷达。双方的讯息可不可以整合在一起？我跟你讲，他们来是很专家的，是评验到这么详细的地步。我自己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所以当然我还有那次可以。所以这次来讲的话，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连我们老百姓这个从旁观者都觉得说，这是实在是漏洞百出了。那你认为说人家是美军是专家，你糊弄了过去，糊弄不过去。难怪这时候赖清德在选在这个时间，他不敢把国军停下演习去救灾嘛，因为评鉴老师在旁边看的，万一他评鉴不过关，那美国来讲，如果说评估你台湾这个防卫的这种持久作战能力不足，他可能就会不会说改变他这个战略模糊的这种战略的构想这很可能的。我想几个事情，我们自己很丢脸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这次来讲，我自己看到，所以就我们讲万板大桥你自己演习万板大桥，那你守万板大桥，那试问一下，你守万板大桥，那台北市、新北市你是不是整个就放弃掉了，对不对？那你只守天龙国嘛？那新北市那边老百姓没交税吗？你只守天龙国。另外来讲，在滩岸那边主角，你那异想天开开游览车过去那边排一排，然后用游览车当做主角设施。那游览车你现在平常时候你可以去付钱，对不对叫游览公司把我租你游览车，你开过去摆在那边，记者拍起来好像很好看。那第一个，暂时人家愿不愿意再把车子支援给你，去牺牲他的自己生产工具摆在海岸那边。第二个来讲，那游览车，我跟你讲，战车一压就压过去，这是不是证明了吗？所有战车在市区里面碰到民车，那什么感觉？我跟你讲，这个战车驾驶压到民车，他没有感觉的，他就直接过去，因为他将近40-50吨，如果 M1 战车到60吨，他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如果说城镇战，我觉得最好防御地点什么地方，你知道吧？我跟各位讲，最好的防御地点。如果说刺针飞弹，你就摆在101这个大楼的上空嘛，那时候台北市全部都看得到，你是不是应该在那边部署刺针飞弹？你敢不敢？你不敢。我跟你讲，守松山机场，你在那边反空降，松山机场最好反空降，在你要哪一栋大楼，你知道吧？海霸王，你看看那栋海霸王那个位置，是不是刚好在上面架个机枪，整个松山机场都看得到？然后再往这边是到台北衡山指挥所，这边是进入总统府。那你敢不敢去跟当地老百姓建那栋大楼来演练给大家看？我觉得你们都做不到嘛，那不是都在讲空话？你只敢弄一些桥头摆一些那个东西，糊弄老百姓，糊弄这个，但是你不见得能够糊弄得了美军。将军呢是从他专业的角度来看，如果真的要演真的话，那他认为应该要怎么做？那如果说牵涉到民间的话，他就想问政府，那所以你这个到底是演真的还是演假的？因为如果实际作战，很有可能战略会长怎样。但也想要请教一下永明老师原因是因为这一回其实就真的是遇上了这个台风，才会让百姓有这么深刻的感受。您怎么看？这一次汉光演习9天，10天9夜。又碰到这个台风，
其实两边呢，赖清德政府都表现得非常差。那关键是就显现得出来，我们的准备是多么的不足，以及我们多么的在心态上依赖美国，尤其是赖清德政府。你过去台湾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可以转换科目，国军就会去救灾，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次，据说超过400名美语老师，就美国的顾问团、观察团，然后呢还有退休将领团，这里面还有佛林上将，前印太司令4颗星的，前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坎贝尔都在这里面，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就很大的这个阵容来看你台湾这第一次的10天9夜灰色地带演习，假设由严转战，同时呢，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是否你能够有这个能耐？各个科目都演练出来，要演给美国看，我们做得到。所以不求100分，但求80分。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加强台湾的防卫？然后呢，你要知道我们这边有反共、反并吞的决心，所以呢，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是信任的，这是整个他的一个说法。所以他后来跟蒋万安再对呛回去，你要反共、反并吞，那反并吞就能打仗，反并吞就能打胜仗，然后呢，你不去救灾，你去演给美国看，你就能打赢这场仗吗？好吧，你不去救灾算了，因为美国的军队是不救灾的。但是你部会有没有去救灾？以前呢，从921地震到每一个台风啊，在就是甚至连阿扁时期到马英九时期都会这样子，各部会就下去认领一些这个乡镇。我来，比如经济部认领哪一个乡镇，这个都很清楚的。那这次有没有这样子？不要说连认领没有，部会的首长都没有下去，因为什么？因为下去就是出糗，下去就会变成媒体。那媒体一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报道大罢免，你就会把这个事情越拱越大，越拱越大。现在只有 TVBS 愿意做一点报道，所以人民百姓完全是被牺牲。那你不是整个演习是要保卫台湾吗？保卫台湾的什么？台湾人民、台湾安全、台湾经济，还是保卫台湾现在的赖清德能够持续执政、大罢免，然后呢得到美国的支持？真的是完全的颠倒，搞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心态跟作为，非常的糟糕。但其实对于一个平常百姓来讲，大家只想问一件事情：是不是现在，如果真的像刚刚专家所讲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跟美国来督导有关系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其实政府也直接告诉大家，现在就是因为真的，国外来关心，友军来关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没有办法来做另外更重要的民生的事情呢？又或者大家也想问，只要跟美国有关系的都不太能讲嘛？比如说这一次的演习，比如说关税问题，我们等等来看看到底全球关税战进行到哪里。